美国企图效仿中国，五角大楼将采取3个5年发展计划，然而其困境几乎无解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延绍。美国把中国列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，而美军则要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继续领先中国。然而，俄乌冲突的爆发，美国30年来创纪录的通胀，导致美国2024年军费预算面临新的挑战。最近，美国防御1号网站发表了约翰·法拉利的文章。法拉利在文章中称，必须面对五角大楼5年战略规划的4个教训。五角大楼内部正在就2024年的装备发展计划进行一场更重要的战略和官僚主义斗争。美国军方的2023年预算现在由国会负责，各军兵种目前正在制定的2024至2029年的计划，该计划将于7月份提交给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。然而，美国人在制定长期发展计划时面临着几个几乎无法解决的困境。其一，是否要储备大量的弹药？俄乌冲突表明，要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，仅补充消耗的弹药就需要几年的时间来生产。美国军队要储备大量短程高精度弹药，就要投入大约数百亿美元建立这样的能力。如果储备了这么多弹药又不打仗，这样的浪费又是美国现有的军费所无法承受的。目前乌克兰战场上的消耗导致了民主武器库的被耗干，这可不仅仅是在消耗俄罗斯，也是在消耗美国自己。第二，美军到底要为何时打仗来做准备呢？美国军队现在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，但是他们准备以中国在2027年打仗、2025年打仗，还是2030年打仗，这可能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美军到底是要为这个10年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，还是要为下一个10年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呢？就目前五角大楼所提出的2024年装备规划而言，该战略的基础是本世纪20年代不会承担大的军事风险，因此所有的准备工作都集中在本世纪30年代与中国进行战争。也可以理解为，他们笃定地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在最近几年解决台湾问题。为此，美国在研发方面准备支出1300亿美元，这大致与1450亿美元的采购支出一样多。更严重的是，美国不把注意力放在解决现有装备的作战能力提升上，就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供应链问题。如果供应链越来越脆弱，必然会直接影响到武器装备的生产。如果五角大楼将重点变为增加现有装备的数量，那么将在2030年左右，在高精尖武器方面会全面的落后于中国。无论怎么做，可以说对五角大楼而言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，或者说是一个无解的死结。第三，五角大楼现在还认识到，核武器的现代化虽然至关重要，但是绝不能以牺牲常规力量为代价。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优势，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核力量，但常规力量上却相对比较弱。美国虽然军费庞大，但是与俄罗斯一样，美国同样也要在核武器上花费太多的军费，而中国则拥有更加合理的军费使用结构。对核武器的发展够用就行，就是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就行了，并不需要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个方面。而美军又要考虑核武器的现代化，又要考虑常规武器的现代化，那么搞来搞去，两方面都会成为它沉重的包袱。第四，通货膨胀对美军战斗力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比任何敌人都要大。美国可能有望在2到3年内将军费累计增长近20%，但是相比于可怕的通胀和供应链危机，
美国产业链空心化所带来的武器采购的高成本，美国军费的实际有效的金额可能正在被掏空。美国军工的承包商希望放弃过去固定的成本合同，而按照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价码。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，那么通胀将掏空这股力量。那么通胀不但会影响到美军的采购，也会影响到这些军火巨头的经济收入，从而最终阻止美军获得先进武器。总之，虽然美国也在学习中国制定5年的军事发展规划，但是考虑到没有弹性的供应链，正在减少现有武器的采购，用常规力量换取核力量，以及低估通胀的影响，肯定会导致未来的装备发展灾难，在与中国的军事竞争中失去优势。美国的媒体指出，美国人坐下来嘲笑俄罗斯的军队状况很容易，但要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情况。如果美国现在也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，那么俄罗斯所经历的某些失败教训，对美国来讲也是相似的，甚至要困难得多。美国军队的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，但中国正在蒸蒸日上，可以说时间在中国这一边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